大家好，我是高商。一到周末拆穿老李和迈克尔。咱们网友啊给商哥留言啊，说商哥你给拆一下咱们的迈克是迈克啊。没办法，咱们的这个网友太过于积极啊。好吧，那就看一下，咱们一起看一下吧。咱们还是延续上一期咱们的内容啊，也就是咱们的基本面分析啊，用咱们的基本面分析的方法来接着看啊，迈克是迈克。那商哥大致浏览了一下他的一个频道啊。那首先呢，这个迈克呀，原先啊，他最开始啊，他不是做分析股票啊，或者是专门啊分析投资的。这个迈克他原先他是做美国生活啊，以及投资移民这一类系列的啊，就包括一些日常，还有美食啊，包括旅行之类的这么一类，可以说是生活的博主吧。然后我看他讲的吧，这个面相嘛，这还可以啊，就觉得不是那么的面目狰狞啊，这和老李比起来。还算是比较慈祥嘛，算是，反正就个人来说啊，就是我还蛮愿意看啊，就是咱们的这些讲美国或者是澳洲啊，在海外华人啊，咱们的这些生活啊、日常啊。但是这个迈克啊，从2024年开始啊，他就开始集中啊推出了一系列的啊，像美股课堂还有他的一个迈克的投资实战课啊，以及会员专享啊投资教学啊。哎呀，这24年大概也差不多下半年左右吧。大家想想，这个时间是不是和老李付出的这个时间，差不多对上了，对不对？也挺有意思啊。就反正就是大概美股涨了能有个大半年左右吧。这帮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啊，就包括像老李啊，生孩子生了3年啊，然后这个迈克是迈克啊，本来好好的在讲他的美国生活、美国投资哈这些东西，不干了，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投资大师。哎呦我的妈呀！好嘛，这也这开始来割韭菜了啊！而且他和老李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个迈克啊，也是多次讲投资啊，特斯拉，以及包括啊，他讲特斯拉啊，讲的比老李更广啊。那深不深呢？不知道啊。我觉得这俩人差不多啊，就是从他内容来看都不是特别深啊。讲的嘛，也就是皮毛，然后拍脑袋啊，也是老李说这个特斯拉能冲500，然后这个迈克啊说特斯拉能冲600啊，反正就拍脑袋讲嘛。你这个我还说冲1000，对不对？是吧？所以就从他们这个对于特斯拉划线啊，以及它的一个定性的啊这个过程来看啊，他们俩讲的这个内容啊都不深入。但是这个迈克啊讲的这个特斯拉啊，比老李要广一些。为什么呢？它有一个特斯拉的使用体验啊，就包括特斯拉 Model X，大约在它早期的一个美国生活类的时候啊，他就讲了好几次的啊，买特斯拉啊，新车开箱啊，我的第2辆特斯拉，买了2辆啊，完完全全的应该就是马斯克铁粉了。这特斯拉真好啊，用的好，然后呢，用着不错吧，然后就开始买他的股票啊。当然，我相信啊，这个老李和这个迈克啊，都在特斯拉上啊，应该赚了一部分钱啊。当然，其他的像他们这些博主啊，大家都知道啊，报喜不报忧嘛，对吧？这特斯拉赚钱，其他亏的钱呢，然后就不讲了。反正最后勉勉强强，我估计应该也就打个平手吧啊。从他这个特斯拉这个操作来看啊，他在2025年春天啊，疯狂的逆势加仓啊，这个特斯拉。然后包括了一些他对特斯拉这个预测啊，
股价预测到$4000。其实到这里啊，大家如果听过上一次啊商哥讲基本面分析的话啊，可以套用啊咱们的合理假设啊，也就是说咱们迈克尔的粉丝啊和老李的粉丝们啊都没有做这么一个合理假设啊。那么尤其是迈克尔啊，咱们作为这个迈克尔的粉丝呢，首先关注他，就是觉得他在生活当中的这些哲学比如说移民日常美食还有一些这个小窍门，对吧？这些东西呢，养成了这么一个观看习惯之后然后呢，他讲股票，咱们这些粉丝韭菜们就下意识的就觉得，这个人讲生活讲的不错那讲股票会不会讲的也不错嘛？那我们就听听看嘛，对吧？而且呢，特斯拉散户含量是最高的所以说咱们散户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研究这个特斯拉。我觉得这跟马斯克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咱们做这么一个假设就是马斯克运营公司运营好，对吧？然后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他会不会这个从政的也不错呢，对吧？大家都会做这么样一个线性外推嘛这也是商哥在很多次这个节目，包括美股的，包括这个美联储对美联储降息的这个预测当中给大家列举的市场上常见的一些错误，对吧？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去线性外推就包括这个迈克尔也是一样的，他生活日常或者美食，他就喜欢比如说什么印度美食做得好，对不对？没问题大家喜欢去关注这一类的博主，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嘛，对吧？因为生活当中的哲学它没有一个对与错，只是我觉得他说的挺好，挺契合我的这种理念吧所以说我就关注他，然后我看看他我就闲得无聊的时候我就想听他说说话，对吧？这点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人突然之间告诉大家我去搞投资，我去买比特币，让大家去买或者是我去看好了某几个股票，对吧？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投资大师，然后还让大家去加入他的一个会员专享那他妈的那不就是把咱们这些粉丝们养肥了之后开始这个叫有一个词儿叫什么杀猪盘，对不对？这猪养肥了开始得杀了呀要不然你这么我养了这么10几万的粉丝我干嘛来，对吧？我讲他妈日常美食谁他妈看看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我操我上哪挣钱去我在美国他妈的都混不下去了，还得跑到新加坡，对不对？你说他妈的美国你混得好好的，你倒是在美国待着呀，你去什么新加坡干嘛呢？哎呀，看来是这个美国这个投资还是有点难。所以咱们网友让商哥分析这个迈克尔，对吧？实际上其实也没什么必要好分析的。咱商哥上一次给大家对比了这个雷公和老李对吧？包括粉丝数粉丝量级视频数以及内容这3个维度上雷公基本上是完胜老李但是呢，你要说骗术的高明当时商哥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结论就是雷公比老李骗术更高实际上是个大错特错在感情分上面这个老李的分数明显要高过雷公这个确实是咱们做生活的这个频道容易把咱们的这些韭菜确实是能养肥了，因为大家看这个人比如说我给你分享，天天给你分享吃的日常包括一些买卖特斯拉这个车，不是股票咱们开箱体验特斯拉 Model X， 对吧？去带着大家去看一看，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这个充电给大家一些小恩小惠，对吧？然后比如说再加上我买卖房产
然后再弄点这个旅行，对吧？旅行的去，比如说我就去台湾旅行，然后给大家科普一下那个在地铁站如何换免费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悠游卡，对吧？大家觉得这些小恩小惠，哎，真厉害啊！这个人懂得肯定多。你等到投资的时候就开始割大韭菜了，是吧？这个像什么？是不是有点像咱们去赌场，对吧？第一两把，前几把肯定能让你赢啊，尤其是新手去了，就是先赢一些他妈10块20块的，等你他妈上头了，觉得自己挺不错了，我发现一个窍门了，开始往里边大投的时候，加大筹码的时候，啊，哎呀，你说谁更会骗啊？是不是还是老磊这样的啊？也就是说，这种以生活类的为主的这种博主啊，他是有一个感情分上方面啊。你说骗术的话，这类博主更高一点。那咱们对比一下迈克啊和老磊，他俩粉丝数啊，其实迈克是暂时不如老磊，但是以后啊，咱不知道啊，这个真不好说啊。假如说这个迈克啊，天天把这个日常啊，然后再哭穷，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啊，他还能超过老磊。但是目前来看啊，咱商哥挑了他1、2个视频来看啊，这个迈克啊，他说大话说的有点过，让人有点反感，你知道吧？就是不会卖惨啊，现在人就喜欢听别人啊有多惨啊，这个我觉得老李做的比迈克要好啊。第二个呢，就是他的一个视频数啊，这2个人差不多啊。这个当然迈克的话中间没有断更啊，没有断档，所以说这个视频数上，迈克比老李啊要完胜。当然在内容上呢，我觉得半斤八两嘛，但是老李能稍微好那么一丢丢啊。为什么呢？因为迈克他一个视频内容啊本身就不长啊，7、8分钟啊，有的甚至是5、6分钟。然后呢，能有个1大半啊是在介绍他的一个投资会员啊这么一个课程，也就是2分钟是讲啊特斯拉啊，比如说特斯拉底在哪，对吧？要不要加仓啊？或者是特斯拉会不会到600，对吧？你说2分钟他能讲啥？上哥就看了那么一个视频啊。我就大概讲一讲这个东西，咱们做 YouTube 的话，一看就能看出来了。当然如果有 ChatGPT 的话啊，能用 ChatGPT， 大家就直接问一下 ChatGPT 啊，就说，比如说，ChatGPT 啊，你怎么看特斯拉近期的股价？你就问这么一个问题，然后让这个 ChatGPT 啊给你做这么一个 YouTube 节目啊。你就看他列出来大纲和这个迈克啊，他的这个口播简直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说我就看出来这迈克呀也是挺会用啊咱们的这个 AI 的这个软件的，可以说不输老李啊。这俩人都是特别会用啊这个 ChatGPT 啊来分析股票。当然这个老李还是更实在一点啊，他直接把这个截屏啊截给大家啊，直接对着念。但是迈克呢，他是又整理了一下啊，脱稿，或者是有这么一个提示器在屏幕上，咱也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咱只看到他这么一个大头，就在那讲啊，也没什么实质内容。所以说，就在内容上啊，这个老李啊要稍微好那么迈克一丢丢啊，毕竟老李没有那么多的会员啊、投资实战教学啊这些广告啊。老李的广告很简单，也就是让大家去他的一个目录啊，对吧？所以说在这点上啊，这个我觉得老李更好一点啊。那他们2个频道，你说这个迈克他是不是骗子呢？这很显然，对不对？他们2个频道简直就是一模一样，除了这个迈克他没有消失之外，其他的我就规劝啊，他还是咱们啊
还是做咱们的日常啊，或者美食，或者是旅行啊，这些都行。或者我觉得麦克你最好是找一些美女啊去做采访，我觉得这些也行，咱们网友见面，对不对？我还挺乐看的啊，就经常见什么美女网友，我觉得这些还也挺吸引眼球啊，咱们没必要啊去割咱们的这个好不容易养肥的这些粉丝啊。这些粉丝们啊，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拖家带口的，你说是不是啊？好吧，今天就说这么多啊，跟上哥看透，一键3连不迷路。